超震撼！是。看起来脆脆口口的样子，发现很多。想看更多旅游資訊和飯店開箱的影片，記得訂閱我哦！嘿嘿嘿，我是雷克斯啦。上一集帶你們去看了北京故宮和購票攻略，還沒有看的話，記得回顧上一集去看看哦。這一集帶你們去逛大柵欄、國博、超級美的天壇，還有吃很好吃的北京烤鴨。留守到最後，然後點個讚啦！現在是早上9點多，我們去吃早餐，去吃的是河鹽肉餅，我們就去吃豬肉的河鹽肉餅。這個好冷。那我們點了這個，我們點的是豬肉的，一份大概只需要個28元一份。其實我們想點豬肉大蔥餅，然後一個湯餅，還有一個西紅柿雞蛋麵。然後店員就說：“吃得完嗎？你這麼多？”然後就OK， 那我們就點了一個豬肉大蔥餅好。他說那就夠了。那就OK 好，真棒！豬肉大蔥餅、牛肉大蔥餅，很多不同類型的這個大蔥餅、肉餅，雞蛋餅。食物來了，看起來就非常脆脆。你看，看起來脆脆口口的樣子。它皮真是薄薄的，一個皮薄薄一個皮薄薄那種皮，然後配了一個小米粥。是呢，這裡也真的還蠻多小米粥的，或者是那個紅豆粥。然後冷天氣喝這麼暖和的東西，其實還蠻舒服。我加不？對，我加。海鮮很多，然後很香。我覺得這個皮蠻好吃的，我覺得蠻不錯。整條街超熱鬧啊，超多人啊，今天特別多人啊。然後全部都是一些很好看的建築物嘞，還有很多人做直播。我還蠻好奇他們在直播什麼，絲綢店。一路走就看到很多人一直在敲打這個银器的東西吧。街道上看到最多就是冰糖葫蘆、龍鬚酥、這邊有這個天壇的山楂糕，好可愛，20元。買小心，這裡全部都是冰箱貼，超可愛。鳳冠很多超可愛的，哇，這個超好看。這個是紙雕。在1796裡面有很多間吃的，四季民福也在裡面，门町肉餅啊，他們都在這裡。六必居，带我爸爸來這邊六必居，還蠻多東西可以買，就是一些吃的配料類型，就很像這個，我覺得老人家都超愛這個腐乳，因為它這裡蠻有名的這一家腐乳，很多類型這個很特別。臭豆腐香辣，這裡有蠻多老人家這邊買東西哇，你看，雖然我不懂是什麼來的吧呀。這裡有他們的純芝麻醬，老北京2八醬，好熱鬧啊！
很多的當地人都在買這樣子。吃光的酸奶好吃哎，那我現在再來買它的酸奶，2杯酸奶。酸奶，買了酸奶，買2個15元。紫光园的酸奶其實味道就是很像 yogurt， 我覺得很像 yogurt 啦，就比較酸的 yogurt， 它就是比較屬於綿密的 yogurt， 然後我覺得很好吃，就很適合我的口味。買茶，這裡可以買到很多不一樣的茶。楊梅竹斜街。先來這邊逛逛，還蠻 chill 的一條街，沒有什麼人呢，可愛哦！哇，來這一家咖啡廳，哇，裡面很美啊，超美的，你有 feel 一下？咦，來喝杯拿鐵。還蠻喜歡的，感覺還蠻惬意的。這邊點了2杯美式咖啡，因為我覺得好喝呀，咖啡。它有2種豆子可以選擇，那解決了我早上的咖啡。等一下我們就要出發前往到國家博物館，都有預約了國家博物館11點，很難搶哎，所以我用了 trips.com 來去搶這個票。我搭地鐵前往去國博，然後就去天安門廣場，接下來再去天壇。嗨，嗨。搭地鐵到天安門東地鐵站，經過了安檢之後呢，我的路線是往第1站出口，然後跟着指示牌一路直走就可以到了。當天完全沒有排隊耶，這一點我覺得超幸福的啦。國家博物館有預約國家博物館11點到1點半的觀眾，請在此處進入，你要照預約時段入館參觀。這邊超多人排隊。至於國家博物館搶票方面呢，我嘗試了使用官方網站，但是太難了啦，所以我就嘗試了 trips.com 的 APP， 搜索中國國家博物館7天前的5點準時搶票，免費的啦，不需要還錢。早上太難搶了，建議你搶11點的。搶到票了，記得準時進場哦，不需要提早進場。這裡1個小時內免費寄存包包，之後要算錢。超大的，那我們打算逛 B1， 就應該是 B1 罷了。超大，你看，加油！4層，它總共有4層樓那麼多。進來啦 ，B1， 古代中國基本陳列，還蠻順暢啊，基本上沒什麼排隊，一路到現在。中國古代歷史年表。哎，我要告訴你們，我之前是讀中國歷史的嘞，就是中史，就是有包括世界歷史啦。就我中学的時候，那我發現到過了那麼久，我已經忘光光了。對，夏商西周期，好多人啊！青铜方典。青铜器耶，這是兵馬俑嗎？陶馬、陶俑，這很特別。這個全部都是用玉片製成的，然後用金絲、銀絲、銅絲就串在一起。漢代婦女所乘坐的陶車，学到的東西，勾回我以前的一些回憶，雖然大部分我都不記得了。進到了這裡。每個人都在排隊看鳳冠，排隊就為了看鳳冠，真要排需要排40分鐘，所以我就沒排了。好多人，好長啊，好長啊，好長啊！
喜歡看歷史古蹟，我覺得 B1 可以看。B1 是最多東西看的感覺上，在外面就可以買東西。如果你要買東西的話，就可以這邊逛逛買買。一出來外面就有賣一些手信、伴手禮。一樓這裡也需要買一點點手信，可以在這邊買。現在買這個鳳冠，買了這個鳳冠46元，這是木質的，它有一個鐵的那個比較貴一點點，但是這個已經很漂亮了，所以就買了一個。這你需要先去他們的那個用 Alipay 掃一掃，他們現場掃，然後就可以買了，還蠻漂亮哎。現在在國博這裡買這個伴手禮，剛才買了這個，它超好看的，你看超有細節的，有點想買，但是我怕家裡擺放太多東西。現在我們在4樓這邊坐着的話，這邊有賣一點小餅乾，還有麵包類可以選，20就沒了。吃麵包，出來了。現在我們往天安門廣場前進。對，如果從這邊去天安門廣場呢，直接走他們的一個出口就可以到了，就不需要經過他們的安檢，這點超方便。所以去了國博最好直接去天安門廣場。現在我過馬路了，就後面現在是國博，現在往天安門廣場前進，天安門城樓前進。現在後面這邊是，我先轉過來後面這邊是毛澤東紀念館，所以我現在站在那廣場的中間。好，這有一個很大的花，這邊是毛澤東紀念館，然後這邊是人民大會堂，這邊是一個很大的花，然後這邊就是天安門城樓，這邊是國博，然後這邊是我，哈哈哈。人民英雄永垂不朽。沒錯，這裡就是升旗儀式，還有降旗儀式都在這邊。後面就是天安門城樓。對，我上不去了，我想要預約上去那天安門城樓，可是我預約不到。那沒關係，在這邊看就好了。好冷啊！來đến天堂，這裡買票。現在走進天堂，我們從東門進入。如果來這邊的話是需要 QR code 進去的，就不能直接刷那個 passport。不像那個故宮跟國家博物館，你可以刷那個 passport 直接進去。這裡你需要用那個 QR code， 所以先準備好那個 QR code 直接進去。從東門，那如果從前門進入的話，會進入長廊。這裡是長廊，經過長廊就能到達緬甸。非常多人啊，很多人啊。天氣有點小雨啊。好震撼！哎，好漂亮！哇哦！哎，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美，起緬甸，藍色的。先要繞個圈圈。很多人會選擇在這邊拍照，然後從下面往上拍，這個感覺也蠻好的，只是人真的太多。上來看的時候比較壯觀呢。据說晚上開燈會更好看，就是晚上很多人會特別等它晚上開燈的時候。
剛剛拍完了祈年殿，有點多人，所以拍不到美的照片。可是，儘管現在的天氣不是很好，可是我覺得也很漂亮，因為我個人很喜歡藍色，它配上這個這麼好看的紅色，我覺得好好看，拍照也不錯。現在我們直走，然後我是從東門進，南門出，有不同的所謂的攻略啦，看你喜歡，看你想走哪裡。我現在直走去南門，就會經過回音壁，還有那個圓丘。那從這裡就是天壇，直走到去南門這邊。現在我走了一半的路，大概5分鐘吧。所以應該是5到10分鐘左右，10分鐘左右吧，走到去那個門。現在走到回音壁，這回音壁一個圓形，你在左邊用小聲講話，右邊很像可以聽得到哦，就是這邊講話，還在這邊講話，然後聲音會傳到去另外一邊，的一個意思吧，如果沒錯的話。最後一個圓球。我現在在紫光園吃他們的烤鴨，對，我們點了1隻烤鴨，因為它今天有半價，什麼週三 Member Day， 所以它有半價，我不懂哎，我就點了，就點，在他們的 WeChat 上就點，然後我們排隊等了差不多1個小時，我用那個點評那個 APP， 然後去搜索他們的名字，然後隨着排隊呢，我就按進去排隊，所以就不需要現場來領票，我覺得這點還蠻方便。但是很像是需要 local 的號碼，因為我們之前有買了 local 這裡的電話號碼，所以比較容易進入。現場超多人，而且沒想到裡面這麼大，就是你需要上樓梯，然後就有很多的位置，然後再往裡面走又有另外的位置，超多人，這也是超多人啊，非常期待吃。提供我們2個醬汁，這個是梨湯，對，這個才10元呢，它是有半個梨的，你看，還是1粒，哇，一顆它是1粒梨的嘞，還有木耳，它就甜甜，蠻好喝的，我蠻喜歡的，而且蠻推薦這個10元呢，類似手撕包菜的，這個包菜來了。好，來等着我們的烤鴨呢，蛋炒飯，然後這個是茄子跟豆角，這個好吃，這個也好吃哎，不錯，so far還不錯，鴨還沒有，so far吃的2樣菜都還不錯吃的。那個梨湯我個人蠻喜歡喝的，這是飯汁，然後它會有2種方法去烹飪它那個鴨腹，對，就看你要怎麼去烹飪。一個是花椒，還有另外一個是不懂什麼吧，就是加豆腐。那個是我點的那個啦，大家等一下。哦，你再配有另外一個，好吃。那個鴨皮拿來蘸湯吃，我真的沒有想到鴨皮蘸湯會這麼吃。謝謝。沒味了。對，看小的。好，謝謝。謝謝。好嘞，再換。他就拿我們的那個鴨肉呢來熬成這個湯，對，裡面還蠻多料的，其實。不要忘記回顧上幾集北京相關的影片去看看哦。你點讚和訂閱我了嗎？想看更多旅遊北京、東京、曼谷等等的影片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哦。我們下一集再見吧，拜拜啦！